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以前，请你思考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在学校里学习很好的优等生，很多到工作以后生活得很平庸，而一些学习不怎么样的，却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赚到了巨额的财？为什么学习好不等于赚钱多？如果成为富人并不是天生注定的，也不是由学习的好坏决定的，那么成为富人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作为一名认证的 NLP 高级执行师，在研究了大量的富人成功的经历和过程，以及自己的亲身实践以后，我发现，成为穷人或者富人，最重要的差别是信念上的不同。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什么是 NLP？NLP 是神经语言程式的简称。据统计，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绝大部分人都系统的学习过 NLP 技术，比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全球激励大师安东尼·罗宾、领导力大师约翰·麦克斯韦尔。NLP 理论认为，信念、价值观和规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决策和行动的基本决定因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信念系统，也就是面对世界种种事物的处理态度，维持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的内在法则。信念系统其实包括信念、价值观和规条三个部分。信念 relief 是什么？是指我们看到的事物是什么、怎么样，它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是我们主观的法则。价值观 value 是指事物的意义和给一个人的好处，其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可以给我些什么，可以为我做些什么，它是推动一个人行动的重要因素。规条 rule 就是做法，是为了获得价值、实现信念所采取的行动。这样说可能比较笼统，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如果一个人说我一定会成功，我喜欢工作时充实有力的感觉，我要加倍的努力工作，这句话里就包含了信念、价值观和规条三个方面。我一定会成功是关于他自己的信念，充实而有力的感觉是他想要的价值。我要努力工作，这个行动规条是为了获得充实有力的感觉这个价值，以及实现我一定会成功的信念。我们每个人所有的信念都是主观形成的，这个主观的形成是有途径的，一般是有下面四个途径：第一，自己的亲身经历；第二，观察他人的经验；第三，来自信任的人的灌输；第四，自我思考的总结。正是因为信念的主观性，就决定了信念的局限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信念之下的。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发现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固执地坚持一些不合时宜的信念、价值观和规条呢？你很想去帮助他们进行调整，但是却爱莫能助。或者你察觉到自己有些局限性的信念，想进行自我调整，而一直未找到解决方法，正为此苦恼呢？所有的信念、价值观、规条都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经由生活体验不断强化而成。这些局限性的信念，使得我们面对同样的环境和事物时，大脑就会沿着现有的神经网络运行，并不断的强化这个网络，深陷其中，永远也逃不出来。这就是你一直想摆脱贫穷，很努力，却依然贫穷的原因。你知道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班纳吉、迪夫洛等3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在贫困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这3位学者花了20年的时间，走访了18个国家以后，最终得出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结论，就是穷人要想脱困，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改变信念。错误的信念是导致人们贫穷的重要原因。我们把信念这个词拆开来看一下，信念的第一个字是信，就是你信什么，你的价值观就是什么。信念的第二个字是念，就是你在心里念叨些什么，你就对什么有执念。当你的信念是我是无助的，我是没有能力的，我是没有资源的，我是容易被骗的，我会辛苦一生的，我就是穷困的，这就会是你生活的主旋律。因为你相信什么，就会体验到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圣经里也说，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都大。佛家也说，相由心生，
他们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相信颓废的混吃等死的人生，那么他心里念叨的无非是用最小的付出占到全世界最大的便宜。那么他对于投资、教育这些需要长期去做的事情一定是不感兴趣的，因为这些事都意味着极大的成本付出，也不符合他的信念，他就绝对不会去干。所以这类人的人生自然就不会有什么积累，什么事情都是浅尝辄止，只计算鼻子前尖的一点小利益，只要感觉还需要多付出一点点，他就不干了。而财富意味着长线的经营，这类人注定赚不到长线的钱，必然陷入窘境，这让他们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不时惦记着多吃两口，多买个包包，以补偿自己那颗失落的心，试图通过外在的东西让别人感觉自己其实并不穷，最后导致了他陷入人生走向贫穷的恶性循环。反之，如果一个人注重高质量的人生，追求天道智慧，追求知识和技能，他们就会以年为周期，专注人生投入，他们都是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富人的信念的人。可以这样说，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除非你靠运气。但是你靠运气赚到的钱，往往会靠实力亏掉，这是一种必然。你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你对这个社会认知的变现，你所亏的每一分钱，都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不足的体现。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在于，当一个人的财富大于他的认知时，这个世界就会有10000种法子来收割你，直到你的认知和财富相匹配为止。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彩票中大奖的人都会在7年左右的时间就耗尽了自己的幸运所得，因为他们的局限性信念无法支撑那么巨大的财富。好消息是，我们的信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可以调整的。如果要调整这些局限性的信念，就必须在大脑中创建新的神经网络，去提升对待同类事情的想法和做法，并不断的去强化，直到当我们再遇到类似的情境时，形成潜意识反应，直接走新建立的神经网络运行，不再切入旧的神经网络。当然，要想去调整和改变局限性信念，首先得认识到这个局限，对自己持有的信念做出审视和界定，因而能够使过去的信念产生松动，否则就根本谈不上去改变。今天这个视频就给你提供一些 NLP 上松动信念的技巧，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能有一个富足、成功、快乐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在今天的环境里总感到事情不如意，内心充满了疲惫、无力感、愤慨、内疚、无奈，甚至厌恶生活的感觉。其中的原因便是一些局限性的信念所控制的行为模式得不出期望的结果。如果想人生有更多财富的结果出现，就必须先改变这些信念。要改变这些信念，也就是要改变日常思想的框架。在今天充满挑战的工作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最妨碍我们找到突破的思想框架有3个，它们分别是应该如此、托付心态和没有办法。如果你能够破除这3个思想框架，不仅你生活中的烦恼和困扰会大大减少，财富也会更容易获得。应该如此的思想框架，让你在面对财富时总是想着我就应该贫穷，因为我家里没有富有的基因。破除这个思想框架的方法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万事皆有可能，当然也包括你可以变成富有这件事情。托付心态的思想框架让我们把自己成为富人寄托在别人的身上。破除它的方法就是你的财富由你做主，你说有就一定有，当你执念想成为富人，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你。没有方法的思想框架，在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感觉没有方法，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在面对成为富人这个问题上，你就感觉没有方法，所以就放弃了。破除这个思想框架的方法非常简单，你要永远相信，凡事总有3种以上的解决方法。如果你只能找着一种方法，那就是死路一条。
如果你能找到2种方法，你就会左右为难；当你能找到3种方法，你就能找到第4种、第5种方法。你有选择，你就有灵活性，你也就有能力成为一个富人。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这是一个为您提供创业资讯、最实用的赚钱策略以及正确的消费观念，全方位的帮助你实现财富自由、早日退休梦想的频道。如果你认为这个频道的内容正是你所需要的，或者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启发或者帮助，请你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续的视频更新了。